橡树资本共同创办人霍华·马克思是当今投资界顶尖巨擘之一。他每季都会发表一篇投资备忘录，分享他对投资最新见解。每当他发表备忘录时，就会引起全球投资人的高度关注。就连股神巴菲特都说，他只要看到 Marx 的信息，就会在第一时间立即点阅。而今年，也就是2023年7月10日，霍华·马克思又发表了他的备忘录。这次备忘录中，他回顾了2000年至2020年期间他战胜市场的5次实例，以及他从中学到了3个重要课题。这5次具体而准确的预测，他都曾先见之明的发表 memo 提出警告，而他反市场多数人的逆势操作，为他赚进了数十亿美元。但本备忘录他并无意展示他的卓越成就，而是要分享这期间他从中吸取的经验。他将这些经验归纳为3个课题。他认为这3个课题更具价值，更值得分享。第一个实例是2000年网络泡沫。1999年，随着网络泡沫的日益膨胀，传奇财经记者爱德华·钱斯勒出版了《金融投机史》一书，书中描述了古罗马到19世纪铁路的投机史。当马克思读到钱斯勒这本书时，对书中所描述的投机狂热和当时的网络泡沫科技股狂飙的行径，两者之间的雷同，感到非常震惊。于是，马克思在2000年1月，也就是泡沫开始破裂前2个月，发表了名为 Bubblecom 的备忘录，提醒客户网络相关个股已被高估，投资人已被投机狂热冲昏了。他写道：轻松获利的诱惑使投资人放弃日常工作，转而追求暴利，义无反顾地投资那些自己都不了解的亏损公司。这宛如金融历史一再重现。这些行径显然将导致泡沫极其痛苦的破裂。在马克思的警告之后，从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46%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约 80%。 第二个实例是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。从2004年10月到2007年7月，马克思在警告大灾难缓慢成型中。他指出，在网络泡沫爆破后，美国联准会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导致储蓄账户及典型安全避风港资产收益不佳，促使投资人转向更高风险的投资。最终，消费者坚信房价只涨不跌，而使得金融泡沫危机重演。2007年7月，马克思发表了一份讽刺性备忘录，标题是“一切都好”。他警告投资人对前景过分乐观，忽视了风险，暗示经济可能即将衰退。5个月后，次级房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，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倒闭，标普500指数从2007年高点下跌了 53%， 直至2009年6月触底。马克思说他对次级房贷风暴其实并不了解，他的谨慎结论纯系基于测量市场温度。套句前联准会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的话来说，当时投资人已变得非理性的兴奋。第3个实例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危机入市。在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一向逆向思维的马克思决定是买进时机了。橡树资本在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，筹集11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，准备用来购买不良债务，并于2008年9月开始买入。这些不良资产为他赚进了数十亿美元，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从低点飙升了约 500%。第4个实例是2012年4月，忽视夸大的股票支持。2012年，投资人仍未从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，他们的心里仍犹存沉重的负担。这种过度的悲观情绪让他想起了1979年有篇名为《股票之死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紧盯持续多年的通膨和股市低回报，而对市场推导出悲观的前景。马克思看到投资人对市场的熊市预期，又重蹈于70年代末期过度悲观的心态，因此他发表了一篇备忘录，名为《似曾相识的一年》，阐述他相信股票的正向前景比再次下跌更有可能出现。从2012年似曾相识的一年到2021年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回报率为 16.5%。 他指出，极度的负面情绪反而带来了重大收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第5个实例是2020年买在新冠疫情低点。2020年初，当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时，马克思也和其他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
但当股市暴跌，华尔街开始弥漫恐慌气氛时，他意识到该是再次采取逆势操作的时候了。他的团队交易员贾斯汀·夸格利亚表示，他看到当时有一些公司被迫出售债券换取现金，以因应经济封锁的困境。他说，情势终于如橡皮筋般崩断。但对马克思来说，这反是一个逆向买入信号。他在2020年3月下旬的备忘录中写道：“我们从不乐见这种混乱局势发生，但像贾斯汀所描述的那种恐慌性抛售，的确是我们获取最好交易的机会。”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标普500指数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低点以来，已上涨超过 90%。最后，马克思基于他数十年的市场经验，为投资人总结了3个重要课题。第一是投资人需研读过去的历史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识别市场态样，并利用一般市场周期可预测的性质来测量市场温度。他写道，从长远来看，投资者心理以及市场周期看似反复无常且不可预测，但却是以近乎可靠的方式来波动。在熟悉经济和市场的历史后，投资人将可理解，所有市场周期都源自于过渡和修正。他认为，市场主要是由投资人的情绪驱动，而不是机械过程。这因为有时投资人会变得过分乐观，以至于会相信价格没有太高，并试图将这种危险观点合理化。但随投资者心理转向恐惧，这些过度看涨的时期通常会出现调整。他解释说，朝一个方向的强劲走势，迟早会出现相反方向的修正，而不可能有直冲上天的趋势。第二是逆向思维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在这场过渡或修正调整时期，投资人必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成为同侪压力的受害者。他指出，这些时期经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叙述，例如价格并没有太高，或股票已经跌到没人要买。记住，在极端时期赚钱的秘诀在于逆向思维，而不是顺从。第三是少去预测全球经济走向。Mark 强调，即使是最优秀的投资经理，试图预测全球经济的未来，也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总体经济趋势极难预测，因此，投资人的时间最好用在可知的方面。最后，套句 HBO 成为沃伦和巴菲特片中巴菲特所说的名言：投资就像是棒球比赛中的击球手，当没有击球机会时，成功的秘诀就是停在那里，观察一个又一个的投球，然后等待最适合你的挥棒机会。如果有人大喊挥棒啊，你这个笨蛋，千万别理他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